我是史东，是个教昆虫学的大学老师。我爱玩虫，有时也被虫玩，快会痛哎！接触昆虫30-40年，不管是在森林、草原、土壤以及水中的环境，这些神奇、诡诈、凶残却也美丽的虫族，一直吸引我的目光。你无法预估在找虫的过程中会有怎样的惊奇和收获。旅途常是舟车劳顿，但虫却让我乐此不疲。我是史东，欢迎来到我的昆虫旅程。狭长的恒春半岛，三面环海，是个饱受水汽阴养的热带区域。经过几百万年，形成独特的昆虫生态。从沙滩、海岸防风林到中低海拔的森林，都有许多昆虫。现在，我要一一的深入栖地，把它们找出来。其中最特别的，就是住在森林树冠层的竹节虫，它是我的终极目标。搜寻的线索就从恒春半岛的海岸开始。恒春半岛海拔0到20公尺的海岸线，都是防风、定沙功力了得的海滩性植物。耐盐雾、强风与日照的这些植物们，自有一套生存繁殖的功夫。连同在此生活的昆虫们，也各自有寻求活路的撇步。这片沙是大蚁狮隐身的家，但是请注意，并不是人人都可以随意这样拜访它们。在国家公园内，我是经过采集申请许可后才可以行动的。这里是台湾的最南端，因为地理位置在北回归线之南，所以气候温暖潮湿，是典型的热带雨林区。地形相当的丰富，从海岸边一直到高山的森林都有，所以植物相相当的丰富。在这丰富的植物相里面，孕育出更丰富的昆虫相。我来到这里，希望能够找出我想要找的昆虫。在这海岸边的沙地上，是属于盐分地带，看似没有什么样的资源，可是还是可以看到昆虫在这其中活动。我们看到这个漏斗里面，其实躲藏的呢就是蚁狮。要找到沙坑下面的这些小东西呢，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是我还是有办法把它找出来。哦，有了！这里有一只大蚁狮，它的身体纹路和颜色一如沙粒一般，像前状的强壮口气，就是它猎杀猎物的武器。没有肛门，完全不排便，也因为这样在陷阱里忍受饥饿的功夫特别好，算是昆虫家族里的超级忍者。身体就是它铲开沙地的最好工具，不一会儿功夫就整个隐身在沙地底下，直呼着，完全不见动静。换成我来躲，一定背不住气，也耐不住炎热，咻的就弹跳出来了。不得不佩服这些小家伙的忍功。这些植物在地底忍受严苛生活条件的蚁狮们，终于要结束他们沙地里的猎捕生活了。羽化是昆虫最脆弱的时候，一个不小心没有掌握好，或者时间拖太久，都有可能羽化不完全，就卡住死掉了。这只蚁狮幸运的全身破茧而出，但这只是成功的一半。接下来，它得快速地爬上植物的茎上，利用体液将透如薄膜的刺展开来，这样才算是羽化完毕，完完全全蜕变成一只像蜻蜓一样的成虫——蛟羚。
蚁狮靠着沙的掩护，加上制造沙粒滑动的斜坡，让猎物一失足误入陷阱。但另一种植食性的昆虫却很巧妙地藏身于这片林头叶的特殊保护之中。在海岸旁边呢，到处都是林头。这个林头叶呢，上面呢长了很多的刺，而且呢，在它的叶鞘中间呢，有一个凹陷的地方。这是金田氏大头竹节虫呢最好躲藏的地方了。它躲在这个地方呢，其实敌人不容易发现，万一被发现了也没有关系，因为林头叶的两旁的这个刺呢，就是它最好的防御工事。哦，你看到了哈？有没有看到？在这个地方，很巧妙的，这些防御用的障碍物一点也不妨碍金田氏大头竹节虫的活动。你看，它总是轻手轻脚的缓慢行走，以免被锐刺伤害。坚韧的主角式口气，帮助它们一点一点的先啃食掉尖刺，再取食叶肉丰富的地方。靠着大小颚巧妙的通力合作，准确无误地切下它所需要的每一口分量。林头叶就这么的提供金田氏大头竹节虫的保护，也满足它们的胃。造物主真的好神奇！林头坚强的防御工事，恰是竹节虫栖身的堡垒。昆虫啊，真是善于利用地形地物。我要赶快离开海边这片林地，到森林里面去找我想要找的昆虫。海拔20到500公尺的低海拔森林边缘，因为场地开阔、阳光充足，常见阳性草本植物、喜欢关照的灌木丛和阳性树种。以这些食物为食，喜欢阳光的昆虫们也在这活动。这里是我的赏虫天堂。在出发前，我意外地发现一群蚂蚁兵团，他们高效率的团队合作吸引了我的目光。这里比军队呢还要更守纪律哈，而且更能团队合作，更能互相自动补位。蚂蚁属于社会性的昆虫，在野外同样也按照分工来执行任务。先是搜寻、侦测食物的味道与位置，再分泌化学讯号呼朋引伴。食物的体积太大，他们会利用大颚将食物切成粒仪搬运的大小，以最快速、最有效率的方式将食物搬回地底巢穴。想要找漂亮的蝴蝶吗？跟着我前进蝴蝶成虫的蜜源区、幼虫的食草区，准没错。前面那边森林应该有很多我要找的昆虫，可是，在进入森林之前呢，我发现这里还有一个很多蝴蝶聚集的地方。因为你看地形呢开阔，而且呢阳光充足，有很多的蜜源植物。在进入森林之前呢，我一定要好好在这里观察这里的蝴蝶。这是台湾体型最大的一种斑蝶，你看它全身白色的身体里面呢，布满了黑色的斑点，所以它的名字叫大白斑蝶。一般昆虫呢，我们说有6只脚，可是，在斑蝶呢，可以看到的脚呢，只有4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它前面的那两只脚呢，它退化掉了，所以变得很小，所以看起来呢，只有4只脚。在斑蝶类里面呢，在它的腹部末端，如果是雄虫的话呢，它还有一对毛笔器，在碰到惊扰的时候呢，它会散发出这个毛笔器出来。我们来试看看。毛笔器是藏在斑蝶雄虫腹部里的囊状物，末端有一重毛。当求偶或遇到危险时，用血液压力挤出。要是人被这么一下，大概也有几秒钟脑筋一片空白。这时候，大白斑蝶就可以趁机逃跑。哦，是逃，飞啊！差不多了，该放你回家了吧？哎，大白斑蝶它还会假死哦，啊，所以碰到危险的时候呢，它一假死呢就掉下来了哈，所以它的敌人呢其实就吃不到它了。作为一个蝴蝶的好栖地，除了要有蜜源植物以外，
还要有幼虫的食草，所以大白斑蝶的幼虫呢，它是喜欢吃爬生藤。我想这附近应该会有爬生藤，我一定要把它找出来。哇，这里有，这上面呢就已经有大白斑的幼虫，你来看，大白斑蝶幼虫的食草爬生藤，对很多生物具有毒性，但是毒性对幼虫起不了作用。幼虫累积在体内的毒素会使蜥蜴中毒呕吐，它们身上具有鲜明的颜色，可以加深捕食者的印象，称为警戒色。幼虫体内累积的毒素及外观鲜明的警戒色互相搭配，使取食过的天敌记住此类型的昆虫不好吃，而不再捕食。蝴蝶幼虫由于体型大，又无坚硬外骨骼，比较容易被天敌攻击，演化出各种自我保护的方法，减少被天敌攻击的几率。像是大琉璃纹凤蝶幼虫绿色的外衣，让它融入环境中，假装成叶子的一部分。和大琉璃纹凤蝶幼虫一样，许多凤蝶科的幼虫也懂得躲藏在叶背下活动。除了胸部的6只脚，腹部的尾足也用来帮助走路，有的时候也可以用来攀爬。尾足的前端有许多排成圈状或带状的细沟，可以利用多项及变形的作用，附着在叶脉或树枝表面吐丝铺成的地毡。幼虫时期还得大量取食叶片，转换成成长的能量。大颚像一对坚强的胡桃钳，前端有尖锐的锯齿状，可以用来切碎食物。小颚就搭配着用来搅动食物，调整位置。这些软绵绵的小家伙，除了被动躲藏，还有一样秘密武器，就是臭脚。许多凤蝶科幼虫碰到危险时，它们会将体液挤压到头胸部，伸出臭脚来。一方面拟态蛇性，瞬间威吓；一方面散发气味，驱离敌人。幼虫期躲得过虎视眈眈的天敌们，才有机会蜕皮化蛹，等待蜕变成美丽的蝴蝶。不过蛹期可能遭遇到的危机，又是值得大书特说的一章。这只像蛇一样的毛毛虫，其实是端红蝶的幼虫。蝴蝶幼虫的保命方法，也常利用伪装成其他肉食动物的方式来吓唬敌人。像是端红蝶幼虫，全身鲜艳的绿，腹面外加一抹如朱砂的红，猛一看还真的以为是条具有毒性的小小刺尾青竹丝。哦，好恐怖哦！这里的蜜源植物众多，吸引许多绚丽的大型蝴蝶前来访花。能与蝴蝶做近距离的接触，真的让我好开心哦！前面那片森林还有更重要的昆虫等着我呢。在沙地、林头树林、蜜源区找特定的昆虫实在太容易了，在森林内找虫挑战才算真正开始。我是史东，我在南台湾热带森林内要找岛上最稀有的竹节虫。森林占了台湾面积的2/3，所以我们可以说，台湾岛呢，大部分都被森林覆盖着。在这一片我们不常来的地方呢，其实居住了有很多的昆虫。你听，有没有昆虫在叫？可是我们看不到它。其实，在森林底下呢，还是有很多的昆虫，我们看不到。我今天就要做地毯式的搜索，让它们一一现身。像这片枯木、落叶，很多的昆虫呢会在这里。我现在呢，一一叫它们出来。为了保护我自己，我必须要先戴好手套。你看这么多的枯枝落叶，如果没有昆虫来分解，整个森林呢，最后呢会变成是一个坟场，没有办法长出新的树木呢。
还好这底下呢有很多的昆虫，把这些枯枝落叶分解掉。现在呢，我来想办法呢，把这些枯枝落叶呢都收集起来。植物下的枯枝、落叶、土壤是许多地栖昆虫的天堂，因为食物来源充足，也有很好的隐蔽效果。这里的居民，包括几亿年来都没有舍改变的古昆虫，它们可是藏着古老秘密的活化石。在这里面呢，其实躲藏了各式各样的生物，比如说蜈蚣啦、蛇啦等等哦。所以在做这一类的采集的时候呢，要相当的小心。有80%以上的昆虫呢，在它的生活史里面有一段时间呢，会在土壤里面，比如说在土壤里面越冬啦，在土壤里面化蛹啦，甚至于很多的昆虫呢、幼虫呢，是躲在土壤里面的。这个离心管呢，剁上去以后，如果你是一个怕光的昆虫，你会越往暗的地方走，走到最后呢，你会掉到这个离心管里面。所以待会儿呢，我们回来，从这个离心管里面呢，就可以采集到刚才在这个枯枝落叶底下，甚至于在土壤里面那些躲在阴暗、不愿意被人家看到的昆虫呢，利用这种方式呢，我就有办法把它一一的通通找出来给你看。这个专门采集地栖昆虫的改良式博士漏斗，让它先晒晒阳光，曝晒一阵子，等一下再回来检查。这片森林的结构就像一座大城市，生物分层生活，昆虫体型如此的小，在森林里寻找它们有如海底捞针。我得动动脑筋，投其所好，才能把它们召唤出来。这个是很多人都喜欢喝的酒，包括昆虫，还有凤梨，还有呢，准备的香蕉。我就把这3个东西呢，把它混拌在一起。在天然的水果里面呢，它腐烂以后呢，就会发酵。发酵呢，就是因为里面呢有一些酵母菌在里面，就会散发出酒精来。这个酒精散发出来的味道呢，可以吸引很多的昆虫前来。可是现在我们做呢，为了要加速这个发酵作用呢，我就在里面呢加了一些酒，让它呢变成是一个天然腐熟的一个水果哈。如果用这个塑胶袋呢，基本上它没有办法把味道散发得很好，所以我就用丝袜来做。丝袜呢，因为呢有很多的洞，有洞呢，如果我等一下把这个东西放进来呢，它就可以散发出味道出来。昆虫呢闻着这个味道呢，就会从浓度低的地方慢慢一直走到浓度高的地方，就在这里喝酒了。好。在这个丝袜里面呢，其实就含有了很多的水果啦、酒啦，混合以后的这种，还是有很强的这个味道哈。你看看，如果是这样子的东西，我把它吊起来呢，这个昆虫呢，它抵挡不住这种食物的诱惑。要挂在哪里呢？其实是有秘诀的哈。好像餐厅啊，要开得好呢，地点很重要。这个地方呢，通风，而且呢，阳光可以照射得到。你可以看到呢，四面八方呢的昆虫呢，都可以闻到这个味道过来。现在就静待结果，看看我的手艺是否能够受到青睐。做好的陷阱需要等待，我先回上一个陷阱，看看抓到什么样的地栖昆虫。好，我们来验收成果了。来看看呢，在离心管里面呢，会有什么样的昆虫？我看到了哈，有一只大蟑螂，还有马路哈，天竺虫了。好，来，我们来看看。现在呢，有一只解手现身了哈。这只解手呢，其实就躲藏在枯枝落叶底下了。最大的特征哈，你看它这个腹部末端这一对尾毛啊，变成像一个钳子一样，其实是用来打架用的哦。绝手是古老的昆虫种类之一，经过几亿年来，体型、外观和画室里的并没有多大改变。腹部末端特化的尾毛，让初见它的人心生畏惧。所幸它并不会注入毒液，举起尾部只是向你示威。
这片森林是丰富的生态系，昆虫可不会放过任何角落。岛湖的树木内就制成一个封闭的、微小的昆虫宇宙。很多的昆虫以腐殖质为食，像这一根枯倒的树木，如果没有昆虫过来取食，把它分解掉呢，事实上它永远就在这里，新的树木呢就长不起来，到时候森林就变成一个坟场了。所以昆虫在整个森林生态系里面呢，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生态系循环的角色，就是把这些倒伏的树木、树叶等等呢，把它吃掉，然后让能量呢回到整个生态系里面。现在我们来看看，到底在这枯木底下呢，有多少的昆虫在这里？你看，很多的白蚁呢就在这里生存。哦，好家伙啊！你躲在这里。这个就是在台湾最常见的一种锹形虫，叫扁锹，看起来就像金母虫一样哈。可是它跟金龟子的幼虫呢，最大的区别呢，就在于这个肛门这个地方，肛裂呢，它这个是垂直的。那金龟子的幼虫、金母虫呢，它的肛裂呢是水平的。还有在这个洞口里面呢，你可以看到哈，它有很多呢都是它的排泄物哈。所以锹形虫的妈妈呢，把卵呢产在这个树干里面，幼虫呢就一直都在这个树干里面生活。它其实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保护哈，也就是说它有一个天然的防空洞呢，在这个防空洞里面生活呢，它其实不怕其他的天敌。好吧，小家伙，送你回家吧，继续生活。在这片森林里，还有一群璀璨如各色宝石的台湾三角金龟正在聚会。快来了解一下，他们到底是为了什么聚集在这儿？台湾三角金龟也是树液的爱好者，毛茸茸的口气毫无节制地吸食着树液。虽然台湾三角金龟喜欢聚集在一起进食，却不意味着它们彼此之间相处融洽。在这个小小的树液餐厅，它们善于运用头上的扇角推挤、顶撞，用尽各种手段卡位，取得最佳进食位置。连同争夺交配权，扇角也是不可或缺的武器。每只雄虫无不使出浑身解数，运用头上犄角顶开其他挑战者。只有最终的胜利者才能博得雌虫的青睐，夺下交配机会。争取食物只是使它们延续短暂的个体性命，但是竞夺交配权、繁衍后代，却可以使它们的族群生命永恒流转在这浩瀚的自然界。看完绚丽的三角金龟，别忘了我们挂在树上的福果陷阱。经过一夜，再看看来了哪些饕客。在这里呢，我至少看到3种不同的昆虫，包括蝴蝶啦、金龟子啦、锹形虫等等。好，可是啦，这一些呢，都不是我今天要找的主角哦。我要等的客人还没来，我们再到别的地方看看吧。在生物如此丰富的森林里，白天有白天找虫的诀窍，但是有些昆虫要在夜晚它们才露脸，要和它们相遇，得要更炫的点子。猜猜看，用什么方法可以找出它们，一起来开 party 呢？我是史东，在恒春半岛的热带雨林里，我想为晚上才露脸的昆虫们办个绚丽的 party。宾主尽欢的诀窍就在灯光。刚才我在这片森林下面呢，采集了很多的昆虫。现在呢，我来到了这片森林的制高点，就在这个公路的旁边。
所以我如果在这里加一盏灯的话呢，在这后面呢的昆虫如果具有趋光性的话，它就可以看到这盏灯，然后就会飞过来。所以我如果把灯架起来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在灯下呢看到所有具有趋光性的昆虫。我等一下呢就来把灯架好。点灯的地点必须是面向开阔处，不要选在落石或者是会妨碍交通的位置。如果对于点灯的环境陌生，白天的时间就要先勘察好环境，灯光能照亮的范围越大越好，这样夜行趋光性的昆虫比较容易看到光亮而聚集过来。而且要注意风太大又及昆虫的效果差。现在天色渐渐暗了，我们的灯也都架好了。接下来呢，就看大自然给我们什么样的回应了。在揭开点灯的最终结果前，要把握时间，开始我的夜行性昆虫观察。头灯或是手电筒，就是我夜间观察的利器。它们是简易的行动式诱极光源。拿手电筒要注意昆虫冲撞，看到哪儿就照到哪儿，也避免虫子飞来伤害眼睛。这个竹节虫呢，就躲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不是晚上出来的话，其实就不容易找到它。夜晚不只有我在这里办 party， 其他地区的中海拔的森林一样热闹。夜晚，这些昆虫猎食者正伺机而动。它们不仅造型独特，行动很狡猾、老练，懂得善用环境，利用夜色来掩饰行动。看得出来，卫氏奇叶螳螂天生就适合生活在原始的森林里。轻巧的身体构造，融入环境的体色，让它更容易在树枝间行动埋伏。当它压低身体，连头上那个极具特色的犄角，也伪装得有如丛林间一只小小的树枝，只要动也不动，其实很难察觉到它的存在。哦，它在飞，真的太不可思议了！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造型诡异的小家伙飞得如此漂亮。要不是一个短暂的轻巧飞翔转换藏身之处，我永远也不知道卫氏奇叶螳螂能如此迅速的、轻声的转换隐身的地点。完美的猎食高手，也很会爬树。卫氏奇叶螳螂的前足除了当猎食的武器，你看它勾住蕨类用来攀爬的轻松样子，套进中国大陆的日常用语也挺利索的。由于卫氏奇叶螳螂的体型不大，对于猎物的尺寸得仔细衡量再下手，绝对不会不自量力。出击的瞬间，速度之快，远超过一个棒球打击选手或拳击手。猎物想要逃脱，门儿都没有，只能成为卫氏奇叶螳螂嘴下的冤魂。哦，这个小家伙太浪费食物了。在野外，肉食性昆虫的进食都是凭运气的。吃完这餐，不知道下餐在哪里，无法像人类一样定时进食。我无从得知这只卫氏奇叶螳螂为何就这么舍弃享用全餐的机会。另外一种和卫氏奇叶螳螂长得很像的，主要分布在北部山区，除了分布地点有局限性外，外观上最大的区别就是胸部背板还长出了角，这身盔甲看起来更像个狠角色。它是角胸平顶螳螂，长刺的头部，长角的胸部，苔藓状斑驳的腹部，以各足上的叶状突起，让它与众不同。角胸平顶螳螂的形态、动作与颜色跟树枝相似，身体上的花纹则很像环境中的苔藓。突出的复眼不仅有1000又1000的纹路，
还能广角地观察移动的物体。等它锁定真的要下手的猎物，前足再快速出击捕捉猎物。看到它镰刀状的前足了吗？那足上的小刺足以困住猎物，就像捕兽夹一样，咔地扣住，很难再逃脱。昆虫界里有出击快如闪电的猎食者，像是螳螂，但也有超级会躲藏、懂得隐身术的素食者。蓬莱极鹿中，这个满身刺棘的家伙就是蓬莱极鹿中，造型十分的夸张，前胸背板上的盔甲片简直就像麋鹿的大脚，光是想象如何用它来攻击，肯定伤痕累累。或许天敌们跟我也有同样的想法，所以遇到这家伙还是保持距离为妙。蓬莱极鹿中的体色可使其融入潮湿、充满苔藓的森林底层，绿色底色上几抹黑色、墨绿色的线条或斑纹，看起来和周遭的枯叶、青苔没什么两样。连同他的眼，也不忘踏上同色系的伪装呢，真该封他为隐身界中的冠军。咦，快看！这发生了我从未见过的惊人景象，观察到它的取食行为了。蓬莱极鹿中在台湾的森林数量非常的少，生活也非常的隐秘，所以昆虫学家对它们的生态行为了解非常的少。更何况是我还观察到它们的取食过程，哇，真是太幸运了。森林里危机四伏。如果我是知识性的昆虫，一定想方设法把自己隐藏起来。嘿，那只虫就很有一套。别说你看不到有虫躲在叶子上，它用隐身的保护色跟四周的环境混在一起。这是拟叶中。哦，看它晶莹剔透的绿脚丫，怎样，很可爱吧？更逗趣的是，他那憨傻的眼神和表情，别以为他的头脑简单哦，人家可是隐身术的高手。女叶中望文生义，就是拟态成叶子的宗师，翠绿的体色帮助它融入环境，不易被察觉。为了隐藏得更彻底，它的绝招就是将前翅整个摊平，把中足、后足全缩到翅下面，前足以触角紧贴着头部两侧伸直，贴平叶面，整只虫就紧紧地与叶子结合在一起，让天敌无法辨识出它来。很聪明吧？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晚睡的人有虫看，所以我等一下要去看看我们刚才点灯的效果怎么样了。回到我自己办的 party， 看看今晚夜行性的昆虫将如何受到灯光的吸引，然后朝着它飞过来。蛾是最会受到灯光诱引的古老昆虫，它存在地球的时间比蝴蝶还要早。夜行性昆虫到底是如何调整角度飞向光源？人造的光源距离昆虫很近，昆虫为了和光源保持一定的角度，飞行一段距离后就必须调整与光源的角度，飞行轨迹就会变成朝灯源旋转，以及把灯源当作一个圆心，飞行的路径如螺旋状的越来越靠近光源，这就是趋光性的原理。白色布幕最好使用能反光且防水佳的布料，除了能反射灯光，增强灯光效果，另一个目的就是让昆虫可以攀附和停留。哇，具有趋光性的昆虫呢，其实相当的多哦。飞蛾在这里面呢，有大型的天蛾，哦，还有小型的，像齿货蛾啦等等，还可以看到春象，哦，这新春，哇，还有蟋蟀，哇，连扣头虫都来了哈。扣头虫前胸和中后胸间具铰链状结构，因此头部和前胸可以自由前后活动，发出咔咔的声音。一受惊吓便会掉落地面装死。
然后趁敌方不注意的时候反弹逃生。这只虫很有趣吧？这场午夜 party， 各种虫来来去去，除了天上飞的，也来了地上跳的。虽然被灯光召唤而来的昆虫很多，但都不是我要找的昆虫。明天一早再继续我的搜寻旅程。我来到热带森林，要寻找一种稀有的竹节虫。树冠层是我最后寻找的一站。这是昆虫学界也很少接触的领域，我有可能找到它吗？森林的树冠层是地球生物最后的生存疆域，一般人恐怕很难想象，在雨林里都是昆虫生活于树冠层内，鸟类当然更不用说了，甚至还有许多哺乳动物终其一生不曾离开树冠层。因为树冠具有充足的阳光，植物光合作用强，花朵绽放，所以植食性与防花性昆虫的食物量多，包括叶片、花蜜、花粉等。此外，也吸引许多肉食性昆虫前来。长杆捕网是针对树冠层开花吸引而来的昆虫所用的长杆采集法。这棵树呢，大概有10几公尺高哈，大概有4层楼那么高。当在树冠层上面开花以后呢，散出来的香味呢，会吸引很多四面八方的昆虫前来访花。以我的经验啦，前来访花的昆虫种类相当的多哈。我现在把这个杆子升上去，看看呢能够采到什么样的昆虫。这10几公尺的这个高空捕网呢，事实上不容易操作。如果说一不小心呢，整个网子呢就会被带离了。所以要准确的把它放在那个开花的地方呢，需要有一点技巧。这些树冠层所开的花，通常吸引着漂亮或特别的昆虫前来访花吸蜜。除了爬到树顶采集外，这种方法算是最安全的喽。但长杆捕网的缺点是，有时昆虫被惊扰，直接就飞走了。好，现在我们来看看哦，这网子里面呢，到底有什么样的昆虫？可以看到已经有很多昆虫。台湾鸡长角金龟是山区树花上的常客，在金龟子家族里属于迷你型的，个头都不超过1公分，外观上猛一看像一颗饱满的金黄稻穗，背板上有黑褐色的横向斑纹。哦，这家伙留了个礼物，花金龟的排泄物给我，哈哈哈，谢谢了。这是螳螂哈，它看起来像螳螂，可是呢，它不是螳螂，它跟螳螂呢其实有很不同的血缘关系哈。它是属于长翅目，是完全变态的昆虫。它来访花呢，其实不是要吸花蜜哦，它其实是来凑热闹的。就是在花上面呢，可以看到很多的昆虫，它就可以在上面呢捕食其他的昆虫。长杆捕网并没有帮助我找到梦寐以求的昆虫。明天我将往更高海拔的区域试试看。现在呢，我们到的地方呢都是阴暗的，找不到阳光，而且到处都是烟雾弥漫哈。在这片森林里面呢，唯有在树冠层呢才见得到阳光，那就是我要找的地方。我的昆虫就在树冠层上。树冠层是光合作用最旺盛的地方，这段区域大多是横向生长的树枝，丛生的树叶交叠成一片隐秘的世界，成为许多生物既舒适又安全的家园。我现在呢，就要把我的装备呢，把它准备好。借由我团队的协助呢，我希望我可以像猴子一样，顺利的在树冠层上荡来荡去。我头上呢还带了一个记录器，可以全程记录我所有观察的结果。等一下下来的时候，再一起来检查。好，可以上去了。我现在来到的高度呢，已经差不多5米了哈，大概有我们三层楼那么高了。
我要继续往上走。哎呦，这里有可陡科的植物哦，这是石栗，石栗的叶片。我要找的6点流胸竹节虫，很有可能就在这树叶上哦。在这棵石栗的树叶上面呢，我看到了很多昆虫的石痕，像这个石痕呢，就是被昆虫吃过的痕迹。其中呢，我发现呢有一个叶片呢，从叶外缘呢吃到里面的中脉这个地方来，这个呢就是竹节虫吃过的痕迹哈，所以我今天有可能会 bingo 了。根据昆虫学家调查，地球上有半数的生物在树冠层生活，其中大部分是昆虫。昆虫是热带森林为数最多的一群动物，但是这个生态系统可能还有数以千计科学尚未记载的昆虫种类。现在呢，上升到15米了哈，相当于5层楼的高度了。在这个地方呢，视野相当的开阔哦，阳光也很充足，看到很多实力的叶片哦，已经在实力的树冠层了。我要找的昆虫呢，越来越接近我了。那里有一颗石栗，我荡过去了。哦，哇，这颗石栗呢，到处都是石痕。哦，找到了，找到了！哇，哇哦，在这里。台湾岛上最特别、住在树冠层的竹节虫，6点流胸竹节虫，前胸和中胸背板带有红色的基底色，而且胸部背面还有大大小小不等的黑斑点，所以被命名为流胸。6点流胸竹节虫，雌雄虫的体型差异非常的大，看到了吗？这只比较大只的，在爬行的6点流胸竹节虫是雌虫，在它背上，这只比较瘦小的才是雄虫。这可不是什么母杯子的母爱行为，是这只雄虫等着要交配。6点流胸竹节虫的卵，一如其他竹节虫的卵的特性，都伪装成植物的种子，卵的外层也异常的坚硬，颜色、外观能够混淆天敌的判断。它的前翅呢，其实很小，只有这样。它把所有美丽的地方呢，都集中在这个后翅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找它几十年了的原因哈。你看到翅脉吗？很好玩哈，在前面这个地方呢，其实比较硬哦，比较厚，好，后面这一部分呢，越来越薄，越来越透明。真正具有飞翔能力的呢，其实是后面这个膜状的这个翅膀了。好，这只虫呢，从体型看哦，就知道了，它是一只雌虫，因为呢，雄虫大概只有它体型的1半大小而已。而且哈，这个雌雄虫在交配的时候呢，喜欢做日光浴哈。换句话说，只有在太阳出来的时候呢，它才会开始进行交配。这种竹节虫呢，从来没有下到地上来哦，它一直都在树冠层里面。所以刚才如果没有冒了生命危险的爬了10几公尺的树呢，根本没有办法找到它。从海岸沙地、林头树林到森林里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昆虫，这段寻虫旅程已经够丰富的了。没想到还真能发现睽违已久的6点流胸竹节虫，这种幸运不是天天有，实在太神奇了。其实只要保护好完整的森林栖地，不论多少年，只要我们用对方法，够毅力和耐心，外加一点老天爷的眷顾，都有机会与昆虫的子子孙孙再次聚会。期待多年之后，你我的寻虫旅程一样开心，一样有意外的好收获。